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可能让很多职场新人，尤其是应届毕业生感到焦虑的话题：AI 到底会不会抢走我的第一份工作？过去几年，关于 AI 是会创造还是毁灭工作，争论不休，但大多是基于理论推测。而今天，我们手里拿到了一份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关于这个问题最重磅、最大规模的数据研究。它告诉我们，故事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。AI 的影响可能不是直接开除你，而是让你进不来。这份来自哈佛大学的最新研究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，叫做资历偏向型技术变革 （Seniority 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）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生成式 AI 的普及可能不成比例的更多的影响了初级员工，也就是我们说的 Junior， 而对资深员工 Senior 的影响则小得多，甚至是有利的。这和我们过去熟悉的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还不太一样。以前是说技术会淘汰掉从事重复常规任务的低技能工人，而现在 AI 的矛头似乎精准地指向了那些高学历白领职业的入门级任务。比如调试代码、审查法律文件、撰写市场文案，这些恰恰是很多毕业生职业生涯的起点。论文里有一句话点明了其中的风险：如果 AI 不成比例地替代了入门级任务，那么职业阶梯的底层踏板可能正在被侵蚀。为了验证这个猜想，研究者们做了一件非常聪明的事，他们没有去问卷调查，而是直接分析了现实世界的数据。这个数据库非常庞大，涵盖了从2015年到2025年，美国近28.5万家公司的6200万名员工的匿名简历和职位信息。最关键的一步是，他们怎么知道一家公司是不是真的在用 AI 呢？他们没有看这家公司发了多少新闻稿，而是去看它发了什么样的招聘广告。他们开发了一种方法，通过文本分析和大型语言模型去识别那些专门招聘 AI 整合者 AI Integrator 的岗位。这些岗位不是研究 AI 算法的，而是负责把生成式 AI 技术，比如各种大模型 API 应用到公司实际工作流程中的人。一家公司一旦开始招这样的人，就说明他正在真刀真枪地落地 AI 了。用这种方法，他们从海量数据中筛选出了1万多家 AI 采纳者公司。有了对照组，结果就非常惊人了。研究者发现，从2023年第一季度，也就是 ChatGPT 引爆全球之后开始，那些采纳 AI 的公司里，初级员工的数量相对于没有采纳 AI 的公司出现了急剧的明显的下降。具体来说，在1年半的时间里，相对降幅达到了 7.7%。而与此同时，这些公司里资深员工的数量不仅没降，还在继续增长。一降一增，趋势对比非常明显。那么，初级员工去哪了？是被裁员了吗？并不是。研究者进一步分解了人员流动数据，得出了一个反直觉的结论：初级员工数量的减少，主要原因不是解雇或离职增加了，而是新员工的招聘大幅放缓了。数据显示，采纳 AI 的公司在2023年初之后，平均每个季度少招了 3.7 个初级员工，招聘量相对减少了约 22%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些公司虽然不怎么招新人了，但对于内部已有的初级员工，反而增加了他们的晋升机会。这描绘出了一幅清晰的图景。AI 就像一个高效的实习生，替代了很多入门级的工作，导致公司对人类实习生的需求降低了。但对于那些已经入门、积累了一定经验的初级员工 ，AI 又成了他们的杠杆，帮助他们更快的成长，进入更高阶的角色。这个影响对所有人都一样吗？也不是。研究还考察了毕业院校的背景，发现了一个 U 型模式。受冲击最严重的不是我们想象中来自最普通大学的毕业生，反而是那些来自中上层 mid-tier， 也就是实力很强、声誉不错的大学的毕业生。来自顶级名校，比如哈佛、MIT 的毕业生和来自排名靠后大学的毕业生，受到的负面影响反而小一些。研究者推测，这背后可能是一种性价比的权衡。顶级人才的创造力无法被轻易替代，
而低成本的劳动力在某些岗位上依然有优势，恰恰是那些成本不低，但工作又容易被 AI 辅助的中间层，成了最容易被替代的目标。所以，这项研究对我们每个人意味着什么？如果你是一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，这意味着进入理想行业的门槛实实在在地变高了。过去那种先入门再学习的模式可能行不通了。你需要在毕业前就展现出超越入门级任务、无法被 AI 轻易替代的独特价值。如果你是一位管理者，这同样是一个警讯。短期内用 AI 替代初级岗位可以降本增效，但长期来看，公司的人才梯队可能会出现断层。当今天的初级员工越来越少，未来资深员工和管理者的蓄水池又在哪里呢？好了，我们来总结一下。这份研究用坚实的数据告诉我们：第一，生成式 AI 的崛起正在引发一场偏爱资深者的变革，对初级岗位的冲击远大于资深岗位。第二，这种冲击主要表现为企业大幅减少了初级岗位的招聘，而不是裁员。第三，这种影响还存在 U 型差异，中上层院校的毕业生反而面临最大的挑战。这无疑重塑了我们对职业生涯开端的认知，这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开放性问题。当职业阶梯的第一级踏板正在消失，我们是应该努力跳得更高，去够到第二级，还是应该寻找全新的梯子呢？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